大家好，我是小马。有很多刚开始买爱马仕的朋友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该选一只什么样的包比较好。BKC 虽然说是爱马仕最经典的包款，但毕竟对于爱马仕新人来说，拿包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如果是想先入一个入门级别的包的话，那我个人第一个推荐的其实就是菜篮子的包款。那为什么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聊聊菜篮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这款包的尺寸、皮质、颜色到底应该如何做选择，以及它是否具有保值性呢？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很多人呢都会把菜篮子跟 Elubaku 花园包等包款统称为是入门级的包款。大家一听到入门级这3个字，就觉得可能就是新手入坑或者预算没有那么高的人才会买吧。确实，入门级包款一般都是指不需要配货的款式，而且价格呢也是只有 Birkin 和 Kaylee 的1/3、1/4，所以就算是新手购买也没有什么压力。那对于那些已经不是新手的，而且已经长期在购买 BKC 的爱马仕的买家来说，按理说这些入门级包款他们就相对不会有非常大的兴趣。但是同为入门级包款的菜篮子却是一个例外，它不仅受爱马仕新手的欢迎，在许多资深一些爱马仕买家中也是很有人气的。我问了一下我身边经常买爱马仕的朋友，他们其实不一定买过 Elubaku 或者是花园包，却都有买过一只菜篮子，而且表示以后还会继续再买。为什么菜篮子这么广受欢迎呢？听了大家的一些看法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菜篮子整体的设计风格与 BKC 实在是太不同了。那举个例子来说，像是花园包、Elubaku 或者是 Bolido 的话，他们的设计都倾向于商务休闲两用的，而 BKC 其实也是商务休闲两用。把这些包放在一起，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风格总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假如你已经有 BKC， 就觉得没有必要再买这些类似风格的包款了，买了也没有啥机会用。而菜篮子呢，它却不同，它的设计呢就是纯休闲风格，一点都没有商务风格那种方方正正的就是端着的感觉，还自带一种酷酷的随性的时尚感。所以你大可以在平时稍微正式点的场合使用 BKC， 而其他随意的场合呢就可以使用这个菜篮子。这2类包的使用场格呢可以是完全不重复的，你就不用担心买个菜篮子会很多余。菜篮子除了设计独树一帜之外，还有一点也是得到公认的，那就是它确实很好看。尤其是当我只想随便装个手机、钱包、钥匙包就拎着出门的时候，去超市买个东西，或者在附近的公园遛个娃的时候，我首选的肯定那就是菜篮子。因为要是提个 BKC 或者是令弟之类的，就会总觉得有点太过了，拿出去呢不太方便。当然了，它呢也是有出过迷你款的，但是爱马仕却是尺寸越小越值钱，所以我要是拎着去超市不小心刮了或者是蹭了，那肯定也是心疼啊。而爱马仕其他的价格低一些的包款，例如说像花园包和 Elubaku， 虽然用起来没有那么心疼了，但是它们的版型依然还是这种四四方方的很硬挺的设计，所以拿起来呢还是显得比较累赘一些，不像菜篮子这种软软的圆圆的这种兜型，有种小兜一提轻轻松松出门的感觉。而且菜篮子呢这种大敞口的设计比大部分的爱马仕的包都好掏东西，随便拎着出门真的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不管你已经有了多少 BKC， 也依然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总觉得包柜里还是缺了一个菜篮子呀。那么有朋友要问，菜篮子应该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尺寸的选择。市面上菜篮子最有人气的尺寸就是这支18厘米的，以及呢这支22厘米的。这2只尺寸呢最多人使用的，那再大一些的呢就是26厘米的以及31厘米的。这2个尺寸呢现在是比较少见的。26厘米的话呢，现在门店好像还是在有出的，但是31厘米呢只有在二手市场上才能够找到。毕竟爱马仕的定律就是尺寸越小人气越高，所以18厘米的 PM 无疑是菜篮子中最受欢迎的尺寸了。我个人是觉得18和22都挺好看的，我不会太执着于非
非要买个18尺寸的。我身高呢是161左右，但是就算是拎着22厘米的这一只，从视觉角度上看，也并不会显得太庞大。而从容量上来说呢，反而2个尺寸呢都是绝对够用的。即使是这个18厘米的小尺寸，也是肯定放得下你日常出门所需要的钱包、钥匙包、粉饼、墨镜、手机这些，甚至呢再塞一条薄的围巾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容量你一般不用担心不够用。这2个尺寸呢，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差异点可能在于18厘米的这一只呢，没有办法横着放下我经常使用的这个 Kelly 的钱包，得这样就是立着把它放起来，或者是斜着把它放进去。但这样呢又挡在正中间，显得有一点碍事儿。相比之下呢，这只22厘米的呢，可以把我这只长钱包随便的躺着放进去，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会更喜欢这只大一点的这个22厘米的菜篮子。因此我也建议大家选择尺寸的时候，用短夹的朋友选什么都合适，用长夹的朋友可以考虑买一个大一点的尺寸。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皮质。菜篮子身上最常见的皮质就是这种 TC 皮，不仅手感柔软、坚实耐用，而且随着它越用越软，整体包型就会出现有一点这种软塌塌的这种感觉。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专门追求这种软塌的感觉，因为这跟菜篮子本身的休闲气质就是绝配。在2017年，爱马仕又推出了一款新的皮质，用在菜篮子身上，它就是 TM 皮。它的纹路与手感特性跟 Togo 皮是比较相似的。很多人说 TM 皮是 TC 皮的替代品，能更好的保持包型，但据我了解，好像它也只是一开始会显得硬挺一些，但是用久了也会跟 TC 皮一样变得软塌塌的。所以如果有朋友是喜欢包型硬挺一些的菜篮子，我会推荐你选择一皮，它才是真正不容易塌陷的。但是一皮呢，目前只有出现在拼色编织手柄的那款菜篮子身上，目前颜色的选择呢也还不是太多，但都是我觉得还比较好看的颜色，比如说金棕色、墨水蓝色等等。除了一皮之外呢，羊毛毡这个皮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包型硬挺，而且尤其适合现在这种秋冬的季节使用。用羊毛毡的菜篮子配上呢绒大衣，我觉得非常的有气质。它不会像普通的菜篮子一样有种单薄的感觉，羊毛毡呢看起来就非常的暖和。菜篮子呢当然也是有出特殊皮的，比如说鳄鱼皮、鸵鸟皮和蜥蜴皮，它是都有出过的。其中蜥蜴皮呢是最少见的，而且蜥蜴皮的菜篮子都是没有底钉的哦。我个人来说，一般不太会去买一个全特殊皮的菜篮子，毕竟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喜欢它这种亲民的随意感。那如果弄成全特殊皮的，不仅价格很高，而且整体的风格也看起来有一点严肃了，就有点违背了我买它的本意。但是呢，我买过这只小可爱，它是很特别的。这一只呢是蜥蜴皮拼钉珠刺绣的限量款，它的锁头提手，然后竖线以及底部都是蓝色的蜥蜴皮。你看它的底部是没有底钉的，而且用包身的呢是彩色的刺绣与钉珠。这一只我记得是2016年出的特别限量款，据说呢全球只出了10只，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反正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设计，所以它也是我收藏的唯一的一只特殊皮的菜篮子了。说完皮质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颜色。要说菜篮子的3大金刚色，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金棕色、大象灰色和奶昔白色。为什么黑色不算呢？因为我理解的金刚色应该是最百搭、最经典的颜色，但是菜篮子的活力休闲的款式配上严肃的黑色，感觉就是2种不同风格的碰撞，所以搭配衣服的时候呢，可能会容易显得有一点老气，相对来说就不如其他浅色或者亮色的菜篮子那么容易搭配。以前菜篮子只出这种单色系的，但是随着它的人气度的上涨，爱马仕也真是换着法儿的给大家找新鲜感啊。所以近几年你可以看到菜篮子出了各种各样的拼色，有提手包身双拼色、左右双拼色、提手编织
芝士、3拼色等等等等，总能找到一款你喜欢的配色。那有朋友可能就要好奇了，那到底菜篮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尺寸、皮质、颜色才是最保值的呢？老实说哈，买菜篮子最好还是动机单纯一些，就追求个款式好用、颜色多样就好。因为至少从目前的行情来看，真的不要对它保值升值这件事情期待太高了。菜篮子呢，可以说基本都不保值，即使是全新的金刚色的包，也只能差不多按照原价这个样子出手。黑、金、灰3个颜色中，大象灰呢相对来说行情会更好一些。而要说能够做到溢价出手的颜色，还得是像3Q 樱花粉色或者是奶昔白这种人气度非常高而且非常稀有的颜色才可以。除了这些金刚稀有色之外，其他各式各样的颜色，包括一些拼色款，情况都是差不多的，都做不到保值。全新或者是9成新以上的普皮，出手价格大概是原价的6到7成左右。尺寸上来说呢，18厘米和22厘米，其实保值性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皮质上来说呢，一样，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了。金扣和银扣的区别虽然也不太大，但是毕竟在菜篮子身上呢，金扣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金扣的出手价呢会稍微高一点点。整体来说，买菜篮子更多的还是自己用着开心就好了，毕竟它真的是一款休闲可爱而且非常好用的包。假如你是刚入坑爱马仕的新人，真的不妨先入手一只菜篮子，因为就算用到你未来已经拥有其他的包款了，也依然会觉得这只菜篮子是很好用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也喜欢菜篮子这款包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